绝地逆转，时隔1年，尼克斯亲手握住命运咽喉。蜘蛛侠米切尔英雄返乡，但布伦森才是纽约之王。38分，为什么布伦森被称为布伦森火炉？史诗级崩盘，骑士被谁诅咒 ？We lost. We fucking blew it. 防守哈登的诀窍到底是什么 ？NBA 季后赛第30天都有些什么样有意思的小故事？大家好，这里是 Telfer， 我们一起挖掘真实励志有趣的篮球文化。你的点赞让我不停更新。季后赛开始第30天，尼克斯与骑士之间的东部决赛正式打响。在休息了整整1轮系列赛之后，腿筋受伤的尼克斯球员OG阿努诺比宣布复出，而尼克斯全队都已经休息了整整1周。在东部半决赛中，缺少了OG的尼克斯还是直接4比0横扫76人晋级，而他们的对手克利夫兰骑士直到2天前才通过抢七艰难晋级。可是就在这场比赛之前，前2轮狂黑骑士的 NBA 名宿，我们频道的老朋友查尔斯巴克利在赛前突然粉转黑。他预言骑士能赢下今天的比赛，甚至最终可以晋级总决赛。I think Cleveland's gonna win tonight. I got the Cavs in 6 in this series. 比赛开场，骑士没有让巴克利失望，他们很快取得领先。第1节临近结束，尼克斯反超了比分，而半场结束之前，骑士再次反超比分。他们带着2分的优势结束了上半场。上半场，尼克斯全队的3分只有19投2中。此前2轮手感火热的他们，似乎有点生锈。Feeling good. We're a little rusty. 但是已经转变为骑士信徒的巴克利却又开始为骑士担忧起来。You don't know which Cavs team you're gonna get. They should be up more. 第3节，尼克斯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他们全队出手17次，只命中6球，骑士一举将分差拉开。第4节还剩不到8分钟，骑士的领先已经达到22分。看到这一幕，今年季后赛詹姆斯哈登最大的支持者哈登的前队友贝弗利直接发文 ：Cleveland go win a chip, watch。克利夫兰去赢得总冠军吧，看好了。此时，在 ESPN 的分析中，尼克斯本场比赛获胜的概率只剩0.1%。然后，尼克斯开始了他们的反击。他们只用了4分钟左右的时间，打出了一波18比1。而这段时间，骑士的主帅阿特金森居然没有叫一个暂停，这让 NBA 知名训练师我们频道之前的嘉宾德鲁汉伦十分不解。骑士到底知不知道，他们也有权利叫暂停？I like to hold my timeouts. I mean, I didn't want to have one timeout at the end of the game, 1 or 2 point game. I try to hold them. 在这一波纽约尼克斯的冲击波中，尼克斯的王牌球员杰伦布伦森独得10分。I mean, when he's playing that way and he's making points and buckets like that, I'm just blessed I get a front row seat to watch it. 转瞬之间，骑士的领先优势消失殆尽，甚至连布伦森的妻子 Erica Bronson 也惊呼 "What just happened？ 发生了什么？第4节，布伦森得到15分，全场比赛他狂砍38分。看到这样的表现，耐克官方也立即发文 "Get close to the Bronson burner, get burned。胆敢靠近布伦森火炉，你就会被烧毁。布伦森 Bronson Burner 布伦森火炉的这个绰号是由德国化学家 William Robert Bunsen 所发明的 Bunsen Burner 本身灯谐音改变而来。Burner 火炉的特性就是高温有火，而在篮球中，我们也用 on fire 这个表达来形容一个球员手感火热，就像着火一样。所以 The Bronson Burner 布伦森火炉这个绰号就是在说布伦森总是手感火热。其实早在独行侠时期，布伦森就拥有了这个绰号。2021年3月，他就已经为这个绰号申请了专门的商标。但现在，布伦森还拥有了一个更响亮的绰号 ，The King of New York， 纽约之王。就这样，尼克斯将比赛拖入加时，并在加时一举拿下。在比赛最后的12分49秒，尼克斯打出了一波44比11，最终完成了这场史诗级别的逆转。1年前的东部决赛第1场，哈利伯顿用一记长2分将比赛拖入加时，并在加时中带走了胜利。球进之后，哈利伯顿做出雷吉米勒经典的 choke 窒息的庆祝动作。而时隔1年，尼克斯亲手握住了命运的咽喉。在完成这场大逆转之后，尼克斯全队都其乐融融。时隔2周，约什哈特再次对著名主持人吉米·弗伦的鞋带下手，他再次解开了弗伦的鞋带，而唐斯又品尝到了最新口味的加德勒。I don't even know what this is. This is what patriotic is. 但是与此同时，尼克斯的史诗级逆转，也就是骑士的史诗级崩盘。We lost. We fucking blew it. 刚刚对骑士黑转粉的巴克利直接爆粗。I don't like to get on TV and say people choked, but that was a damn choke job. 而布伦森表演的受害者正是骑士的詹姆斯哈登。
Jalen Brunson goes ballistic and literally should be arrested for the assault that he put on James Harden. Just abused him at every single turn. Annihilated him, kept going by him, scored like 5 or 6 straight baskets. 在尼克斯的进攻端，打哈登就是尼克斯主帅麦克布朗打出了一张名牌。There is no secret we were attacking Harden. 而作为哈登的老对手和前勇士助教，布朗也分享了他防守哈登的诀窍。I'm a let out a secret. When I was at Golden State, we played Houston in the playoffs. We counted James Harden's dribbles. You know, we told our guys, hey, he's dribbling close to 1,000 times. Keep picking him up full court. Keep making him dribble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series, at the end of games, it's going to wear him down. 全场比赛，哈登16投只有5中，得到15分。而6次失误再次超过了他的进球数。看到这样的表现，我们频道的老朋友帕金斯立即用他的奇妙比喻落井下石，疯狂补刀。When the pressure is on, we watch Harden and the Cleveland Cavaliers fold like clean sheets. 而在骑士崩盘的背后，还有这样一股神秘力量。赛前来到 ESPN 演播厅做客的 WWE 选手 Danhausen 直接对骑士队进行了诅咒。But they are cursed. 这场比赛，他也来到麦迪逊的比赛现场，亲自督战。虽然身穿纽约球衣，但是 Danhausen 正是来自密歇根州的底特律。没错，正是上一轮被骑士淘汰的底特律。还记得2天之前晋级之后，骑士官方是如何嘲讽密歇根和底特律的吗？可以回去看看我2天之前的视频。Danhausen told you the curse was real. We did it. Danhausen has cursed the Cavaliers. The Knicks have won. 在拿下东部决赛第1场胜利之后，麦迪逊广场花园之外又成为了尼克斯球迷狂欢的海洋。他们大声喊出了那个熟悉的口号：等等，你们就不能换个人吗？之后的季后赛还会发生什么？还会有什么样更有意思的小故事？就让我们拭目以待。